一架客机在空中坏了，能够到舱外进行维修吗？我小时候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当时我看了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一架图154机舱的顶部破了一个洞，然后机组人员就直接裹上大棉被，从垂直尾翼下面的引擎进气口里面爬了出去，里应外合的就把这个破洞给补上了。那个刺激啊，你光是想想就已经够了，有没有特效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还在80年代，而那个时候拍出这部电影的俄罗斯不对，应该是前苏联，还没有被我们称之为战斗民族，却已经在用这样的电影展示出他们藐视一切的战斗精神了。科学算什么？科学怎么能阻挡我爬出机舱拯救我的同志们呢？关键还是从引擎的进气口里面爬出去的。你仔细品一品啊，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我还对它恋恋不忘。这实在是一个脑洞之作的稀缺品啊！那好，既然飞在空中，想要爬到进气口里面去，给人感觉只会存在于漫威的宇宙当中。那趴在飞机上的其他地方，比方说机翼或者是机身上，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你还别说啊，真有人这么干过。碟中谍5有没有看过？阿汤哥一上来就秀了一段扒飞机的特技，在一架空客 A400M 大型运输机的伞架门上趴了足足有几分钟，看得我又重新找回了小时候那种窒息又兴奋的观影的感觉。都知道阿汤哥不玩假的，那这种徒手爬飞机也是可以真的做到咯。虽然我们在片花里面可以看到他身上绑着的绳子，但那有可能只是为了保险起见，要是真的把绳子给去掉，抛开恐惧不谈，光凭双手能把人固定在那儿吗？或者换句话说，要是挂在那架飞机上的人不是阿汤哥，而是你的话，有没有可能真的 hold 得住呢？既然想到了这儿，我就实在是拦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决心一试了。首先是要找到一架飞机，对，就是那架跟阿汤哥一模一样的空客 A400M 了。于是我打开了浏览器。对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纸上模拟一下勾勾引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去找死呢？何况找你也找不到。好了，言归正传啊，要想知道你能不能徒手抓住那道伞架门，我们需要调查并计算这样几个关键的数据：一是空客 A400M 的起飞速度是多少，这样就能够算出它所带来的风压大小是多少了。二是你的迎风面积是多少，这样的话就能算出风施加在你身上具体的力有多少了。三是你的双手握力有多少，很显然，如果你的握力大于风给你的推力的话，你就能够撑上一段时间；如果你的握力小于风给你的推力，那不就当场 KO 了吗？于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看到 A400M 的最小飞行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远比它巡航速度781公里每小时小多了。为了尽量的准确呢，我又翻了很多阿汤哥当时在拍摄那段场景时的资料，结果看到了一个比上面还要更慢的速度，130英里每小时，也就是210公里每小时。用航空通用的单位来说，大约就是113节。这个速度如果你稍微了解航空一点，就应该感到相当的吃惊了，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对于固定翼飞行器来说，飞得慢比飞得快更难，因为飞机的升力来自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压力差来自于气流速度，速度小了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在不装载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呢 ，A400M 的自重就已经超过了76吨，而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更是可以高达141吨。大型运输机的最小速度越小呢，说明它越灵活，越能够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飞，越能够完成精确的空投和给直升机编队加油这些任务。所以看出来了吗？这其实是空客的广告植入而已。好了，不管那么多，假如你也能够享受到像阿汤哥这样由全机组使出浑身解数所带来的超低速飞行的话，你所面临的风压是多少呢？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通用公式来估算一下，也就是风压等于速度平方除以1600。假设现在本来是无风的状态，那么飞机飞多快呢？迎面而来的风速就有多快。210公里每小时等于58米每秒，于是风压算出来就是2.1，后面的单位是千牛每平米，再换算一下就是210公斤每平米。好，知道了这个时候每平米的风压是多少，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来具体的算算落在你身上所产生出来的推力有多少了。那就是把风压乘以受力面积。假设你已经被大风吹来像阿汤哥那样横着了，也假设你的身材跟阿汤哥很相似毕竟我是没法亲自上门帮你量的嘛。另外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数据呢带入到公式里面，就可以算出来了。好，既然已经横着了，受力面积基本上就等于是胸部那儿的截面积了。当然，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算出来呢，误差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的头是圆的，肩膀也是圆的，他们受的力肯定是没有一整块平坦的截面积受的力大嘛。那我们就乘个系数0.6吧。好，来看阿汤哥的胸部截面积我查了好几个网站多数的结果是胸为44英寸，臂为16英寸。为了简便，我们直接把它们简化为一个大圆，旁边挂着2个小圆，希望阿汤哥
不要介意啊。这样的话，截面积就很容易算出来了，0.126平方米，再乘上我们的系数0.6，就是0.0756平米。拿它乘以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风压，得出的结果就是15.876公斤。这个就是此刻的大风作用在你身上的推力了。那么你能够徒手把自己紧紧地抓在飞机上吗？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表格啊，列出了正常的成年人握力的数据，你可以对照着看看。就算是再不济握力只得了1分内档，也照样是能够把自己 hold 在机身上的，甚至只用一只手就可以了啊！想到我也可以像阿汤哥那样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直浑身轻松啊！那我们能不能把难度再升级一下呢？这还只是躲开了螺旋桨挂在了机身上，要是我们直接就挂在螺旋桨正后方的机翼上，还能够再徒手抓住吗？为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时速210公里时 A400M 那直径5.3米的螺旋桨背后所吹出来的风速是多少了。这该怎么算啊？好在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式：发动机的推力等于流过推进系统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空气流速在出口与入口的差值。这就好办啦，因为我已经查到了 A400M 上面装着的 TP400 涡桨发动机，每台的推力是11000公斤，空气质量流量是26.3公斤每秒，而入口处的风速呢，恰好就是飞机的航速58米每秒了。那出口处的风速代入公式一算就得出来了，476米每秒。再套用之前的公式算一算，你在这里所要承受到的风的推力是1071公斤。好吧，我是没有任何希望了，不知道有没有勇者愿意一试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奇怪的飞机我们也讲了不少了，但今天要讲的这架呢，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是坐在泡脚桶里面飞上天的。不信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错？它叫做 C450 甲虫，代表着法国在上世纪50年代对垂直起降飞机的一次尝试。想要垂直起降我能够理解，但为什么非要拿个泡脚桶来当机翼呢？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就围绕着3个方面来说一说这架有趣的飞机。第一个是要交代一下它诞生的历史背景。第二是讲一讲为什么它要特立独行，用这样一个环形的机翼呢？以及为此衍生出来的其他黑科技。第三，为什么它会最终失败？造成它失败的致命缺陷都有哪些？好了，今天的内容会比较轻松，点赞、关注、转发之后呢，搬上小板凳，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关于垂直起降，人类其实已经梦想很多年了。被画家耽搁了的科学家莱昂纳多·达芬奇，在他留下来的几千页的草图当中呢，就包含了一架能够垂直起降的飞行器，所以后来没有悬念的就诞生了直升机。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啊，跟固定飞机比起来，它飞不快，而固定飞机呢，又必须要有一根笔直的跑道才能够飞起来，平时占地方打起仗来更是一个白送的目标。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直升机的起降优势和固定飞机的速度优势结合起来呢？工程师的脑洞向来都很大，怎么可能没有呢？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把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立起来，起飞时跟直升机一样，螺旋桨冲上转，只要发动机够猛啊，吹出的空气够多啊，就能够把飞机拉离地面，然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转平，变成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的姿态，螺旋桨冲前转，不就能够飞出去了吗？所以啊，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国家都在开发类似的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垂直起降飞机，它的官宣名称叫做尾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其中的代表有美国洛克希德的 XFV 和康威尔的 XFY Pogo， 它们长得跟一架普通的螺旋桨飞机区别不大，也有正常面积的机翼和尾翼，只是立起来之后有种把飞机开出火箭的感觉而已。哪怕更激进一点的，把螺旋桨换成是喷气式的瑞安 X13， 看起来呢也是一副老老实实的飞机模样。这就没劲了嘛！既然造的是一架前无古人的垂直起降飞机，怎么就不能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呢？
在这一点上啊，法国人反倒是交出了满分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造的这架垂直起降飞机，你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叫它飞机了。而且事实证明，它的确就不是一架飞机，它更像是一台可以飞行的发动机。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讲这架 C450 甲虫。环绕着机身这个看起来像是泡脚桶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它的机翼，它叫做环形机翼。其本身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是不会产生翼间涡流，能够有效的提高飞机的飞行效率。至于什么是翼间涡流啊，我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朋友，可以移步过去看一看，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第二是可以减少占地空间，不必像一些需要搭载到航母上的飞机一样，为了节约空间，还必须要把自己的机翼折叠起来，既麻烦又浪费时间。第三呢，这个脑洞就比较大了。谁说它只能是一个机翼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动机的整流罩嘛。然后整架飞机就都是这台发动机的核心了。法国人的确是这样构想的，他们认为呢，这架 C450 成型之后的样子就该是一架装着冲压发动机的飞机，速度应该可以超过2马赫。所以冲压发动机啊，就是靠自己的前进速度来压缩吸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使它不需要压缩机模块就能够获得进入燃烧室的高压空气。可以参考的对象有 SR-71 黑鸟上面的那台 J58 发动机。你看啊 ，C450 的环形机翼是不是像极了长着一张大嘴的涡轮发动机的进气口呢？既然一口气能够吞下这么多的空气，那干嘛要白白浪费？还不如把它们全部压入燃烧室，然后大力出奇迹，飞出一个好成绩。所以这么看呢，一切就都合理了。它首先是一台发动机，其次才是一台可以控制方向的发动机。那么接下来就该要想办法来控制它的方向了。为了实现这点啊，不得不说法国人是想出了很多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的。咱们随便举2个例子来感受一下：矢量推进和压翼。先说矢量推进啊 ，C450 为了在垂直起飞后转向到水平飞行，在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安装了偏转叶片，可以改变喷气的方向，从而实现转向。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旋转喷嘴那么高级，但也是一个矢量推进的方式啊。恰好我前段时间呢看了一段 SpaceX 测试星舰的视频，在星舰回收落回地面时，其姿态呢不是垂直，而是有些平躺着的，这应该是为了更有效的减速。但最后它还是必须要垂直降落的，所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啊，火箭发动机会再次点火，并且利用矢量喷嘴斜着喷射，来将原本平躺着的舰身推成垂直。这个不是跟 C450 从垂直变水平的方式一模一样吗？可惜星舰它炸了。回到60多年前，法国人就想用在今天都不一定能用得好的技术，这科技黑的程度堪比黑洞了吧？再说压翼啊，这也是一个在没有电脑辅助的情况下很难控制的东西，而 C450 偏偏就把它给装上机头了，为的是能够将平飞状态改变成垂直状态，然后降落。我首先是很佩服这些法国的工程师，但转念一想，不对，更佩服的应该是那些敢亲自上阵去试飞这架飞机的试飞员了。不同于如今我们在设计飞机时可以用到电脑模拟，那个时候你要打磨一架飞机出来，试飞员的角色基本上跟工程师没太大区别，但冒着的风险可是大不一样啊。1959年7月，在 C450 最后一次的试飞当中，当飞行员准备挑战从垂直过渡到平飞时，甲虫突然失控，接着一头坠回到地面。万幸的是，飞行员在最后时刻成功逃生，但这次坠机却彻底宣告了 C450 的终结，甚至也宣告了对这种尾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的尝试的终结。那么，究竟为什么 C450 会最终失败呢？大概有以下这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种圆滚滚的环形机翼让飞机在垂直降落时会很难去对抗滚转效应，使得控制起来变得极为困难。滚转效应是一种让机身围绕其轴线缓慢旋转的现象。SpaceX 在早期垂直回收火箭时呢，也遇到过同样的难题，但人家能够通过21世纪的技术手段解决掉啊。60多年前的法国工程师该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脑洞呢？第二个是，像这样全靠发动机出力的垂直降落，一旦发动机遇到点故障就全完，一点冗余量都没有。而不巧的是，那个时候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呢，明显还不怎么可靠。第三个是，不说降落，就说即使能够顺利转到平飞吧，环形机翼本身也是超难控制的。而原本用它是想着它还有挺多好处的，比方说减少涡流带来的诱导阻力等等。
但为了能够把它装到机身上面，就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结构，而这些结构都会带来新的阻力。这一正一反，好处亲临，坏处却一个没少，还用它干什么呢？所以法国人这一波试图挑战传统的设计，最终没能够成功。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在等了几十年之后呢，还只能长着一副大众脸，一点也不浪漫。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跟许多行业一样，国际航空业也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受各国旅行管控和旅客出行需求下降的影响，大量的航线已经停飞，航站楼里面空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呢，停机坪上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因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飞机也是需要找到停车位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停飞机。在冠状病毒袭击之前啊，飞机原本应该待在它本该待着的地方，那就是在空中。在一年当中，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头顶上方始终都有多达2万架的飞机同时在线。那停在地面上的有多少呢？截至2019年底，全球机队拥有接近24000架的客机，也就是说，通常只有大约4000架停在地面上。而如今呢，人们必须要为被病毒锁在地面上的这些庞然大物再找出至少12000个车位。好了，以后你再也别抱怨找个车位有多难啊！跟飞机排队等车位比起来，你要幸福多了吧？为了解决停机难的问题呢，各个航空公司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将飞机停出了新的高度。比如视频中显示的这个位于美国加州维克多维尔停机场的一条跑道上，几十架飞机像是乐高积木一样彼此镶嵌在一起，密密麻麻的把多余的空间全都挤了出来。顺便一说，维克多维尔是闻名世界的最大的飞机坟场之一，通常用来储存退役的旧飞机。但由于现在客机基本上都飞不起来，所以它以及其他几个知名的飞机坟场就临时变成了这些可怜鬼的收容所。大家在这儿抱团取暖。当然，能用来抱团的地方都是要用上的。除了飞机坟场，很多大机场空出来的跑道都被整整齐齐的码上了飞机。好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事实证明，为这些大家伙找到一个停车位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跟汽车不同啊，飞机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械。即使是停在地面上，他们也需要时不时的动动引擎、转转轮子、开开叶泵，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常规维护，这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尤其对于收成已经减少了90%的航空公司而言，无疑雪上加霜。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一架飞机上没有几个乘客，航空公司也愿意带着你飞一趟了。他们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让飞机保持状态而已，多几个压舱物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这样很花钱，但是相对于一动不动的把飞机摆上几个月，隔三差五的运行一下它们呢，的确是能够有效的减少付飞前更加高昂的维护开支的。鉴于全世界有91%的飞机都是由波音和空客制造的，所以这两家飞机制造厂也毫无疑问的被迫参与到这场航空业自救的行动中来了。比如空客就在他们家原来的飞机健康管理软件 Skywise 里面加入了一项全新的功能，可以帮助航空公司根据每架飞机将要推出服务的周期以及所需要维护的项目类型，找到最合适的停车位，算是相当的贴心了啊。当然也不见得是每一架飞机都需要不间断的维护的，对于那些真的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都用不上的飞机，最好也是最经济的去处就是干燥的沙漠了，这样他们至少不会太快被腐蚀，封上发动机和传感器，在这里居家隔离，等待病毒举手投降的那一天。只不过啊，他们中的一些呢是注定等不到那一天的。在本次危机之前，全世界所有运营的客机里面有6000架机龄在15年以上，4000架更是在20年以上。你要是航空公司的话，你会选择在他们身上花几百万的维护费用，却同时并不知道何时他们才能再上天吗？大概率是不会的。所以可以预见啊，大规模的客机退役潮也许会提前到来。老家伙们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伙们的日子呢也同样煎熬。像波音737和空客320这样小一点的客机还好一些，至少能有国内航线飞一飞。而对于像空客 A380 这样只专注于国际航线的大型双层客机而言，就几乎只能停在地面上了。波音分析啊，经过这波暂停操作之后呢，航空业想要恢复到原来水平，至少也需要2到3年的时间。当大家的钱袋子都比较紧张的时候，自然更愿意选择那些经济又实用的小飞机。看样子大飞机的辉煌要暂停的更久一些了。当然，影响更加深远的是，有可能这次危机会整个改变航空业的现状。因为随着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呢，航空公司对客机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就买。这样波音和空客积压了大量的订单，成为一个很有话语权的卖方市场。之前大家都还怨声载道，怎么还没轮到我呢？现在却纷纷点下了退款键。这波冷静有好处吗？它至少有助于大家都认真的想一想，未来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飞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要是你坐飞机的时候正好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的话，你大概率是会看到过发动机短舱上面的这个小片片。如果你的眼睛再尖一点的话，还有可能看到机翼上居然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小片片。
它们是干什么呢？它们是飞机用来以毒攻毒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解释给你听。湍流你一定听说过啊，而且直觉告诉你它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确啊，湍流不光会造成飞机颠簸，严重的话还会让飞机失速，从而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算是第一个毒。那么这个毒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就要涉及到一点最基础的流体力学了，我尽量简单点来讲。首先啊，水是流体，蜂蜜是流体，空气也是流体，只是它们的粘性不同罢了。当流体流过一个物体表面时，它与物体之间就有了一个边界层，在这个边界层之内，越靠近物体表面的部分，由于跟物体粘得越紧，所以速度就被扯得越慢，而越远离物体表面的部分呢，则受到的影响越小，越能够保持原本的流速。流过机翼表面的空气也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边界层，理想情况下它应该是紧贴着机翼表面的，从入口顺利的流到出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样的，因为这就可以让机翼的整个表面全都被空气所覆盖着，于是襟翼也就能够操纵流过它的空气来控制飞机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了。但现实却是这个边界层并不总是贴着机翼的，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会脱离机翼表面的，比如机翼和气流方向之间的夹角过大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两个选手来掰手腕， A 选手是边界层，他总是想要脱离机翼表面去享受自由的空气。B 选手呢是边界层上方的气流，他总是想要将边界层牢牢地压在下面，这样他就不用去做边界层了。一开始呢，当机翼跟气流的方向还比较平行的时候， B 选手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边界层还能够被压在机翼表面。但是随着机翼的倾角越来越大， A 选手反抗的力气也就越来越大了，直到迎来了一个临界点，他就呼的一下压倒了 B， 飞走了。这种情况叫做边界层脱离，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脱离点，而造成的结果就是机翼表面的湍流了。请问是谁在给 A 选手提供反抗的力气呢？是伯努利他老爷子啊。因为根据伯努利效应呢，流速越慢，压力越大。当机翼倾角越来越大时，贴近它的边界层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了。于是流速自然是越来越慢了，换来的就是更大的压力，对抗 B 选手的压力，直到把 B 给压垮。好了，那第二个毒是什么呢？是涡流。飞机在前进时，气流不光会纵向流过机翼的上下表面，还会横向从翼根流到翼梢，然后到了这儿，下方的高压气流就会绕个圈，跟上方的低压气流来一个胜利大会师，顺便把这个圈圈延续下去。这种绕圈圈的气流就叫做涡流了。其实它也是湍流的一种，但特征太过明显，就叫它涡流吧。翼梢上面的涡流会产生诱导阻力，像一双手一样在后面拽着飞机，使其飞得更慢，还烧油更多。你说算不算毒呢？要解这个毒工程师们用上了翼尖小翼，就是那个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的上翘的飞机机翼尖端了。我之前做了一个相关的视频，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儿可以去看看。而要解第一个毒，工程师们则直接想到了第二个毒。既然湍流是边界层分离造成的，那想办法不让它分离不就好了吗？分离是因为边界层里面的空气全跑光光了，那我能不能在你一边跑的同时一边往里面补充呢？怎么补充？绕圈圈有如龙卷风一般的涡流不就很合适吗？利用它来把边界层外面的空气卷进来，补充里面的空气啊。于是一副副像这样缩小版的机翼被装到了机翼的上方、下方还有发动机上面，它们共同的名称叫做涡流发生器，基本上都是成对出现的，并且与气流的方向有一定的夹角，以便产生足够充分的涡流来对抗湍流，从而减少飞机的失速可能，提高飞机的操纵性能。来看看效果这是经过波音777发动机短舱上面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这是经过波音767机翼上的涡流发生器改良后的气流，多么服帖，多么服气！对了，你说汽车不也是会面临这样高速流动的气流吗？咱们也能用这玩意儿把它整得服服帖帖吗？可以不光 F1 已经用上了，一些高性能的跑车和轿车上也都用上了，甚至连卡车都要来跟风了。用上涡流发生器后，剩下的那部分油钱还真是香啊！所以我该如何利用这么一对涡流发生器呢？把它们装到头顶上，然后下次社区办运动会的时候勇夺短跑第一吗？还是干脆你来帮我出出主意吧？
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记得留言来告诉我你的好点子哦。飞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飞了100多年了，所以关于飞行的科学，我们应当是了如指掌了，对吗？之前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可能对问出这样的问题会感到有些愚蠢。直到环球科学的一篇文章刷新了我的认知，原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学家对飞机到底为什么能够飞起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解释。所以你能看到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甚至还能够上去坐几趟呢，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喽。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道理的啊，因为从严格的数学层面来讲呢，工程师们知道如何设计出能够在高空中飞行的飞机，但这样的数学公式却无法解释飞机升力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工具我们有了，而且很好用，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工具怎么就这么好用呢？普通人对此当然没什么意见啊，只要能够坐上飞机愉快的飞不就行了吗？但科学家就很抓狂了啊！一个发生了100多年的现象居然无法解释，这不要了他们的老命吗？为此，他们提出了或者说是抓出了2种不同的理论，来试图对升力的产生做出解释。为什么说是抓出来的呢？因为这2个理论，一个来自18世纪，另一个则来自更早的17世纪，而飞机是20世纪的东西啊，你说他们是不是被抓出来的呢？好了，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这2个经典的理论分别是什么，他们在解释升力方面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再继续了解一下科学家们在这之后又提出过哪些新的理论呢？第一个理论，也是到目前为止对升力最流行的解释，是伯努利原理了，得名于提出它的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这是他在1738年发表的流体力学中提出的原理。简单来说啊，就是流体的压力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反之亦然。把这个原理落实到飞机上，我们可以看出啊，当剖开飞机的机翼时，它的形状并不是上下对称的，而是会稍稍向上弯曲。这个呢叫做飞机的翼形。因为这种弯曲翼形的存在啊，使流经机翼上表面的空气相比起流经机翼下表面的空气速度要更快。科学家认为，按照伯努利原理呢，机翼上表面流体的速度增加会导致那儿的气压降低，于是机翼下表面更大的气压就把飞机给抬了起来了，这就是向上升力的来源了。尽管海量的实验数据都已经证实了伯努利原理的正确性，但它的缺陷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讲清楚机翼上方的高速气流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毕竟工程师只需要负责设计出机翼，哪怕是碰运气正好找到了这样一个形状也没有关系啊。而科学原理则是有义务要进行解释的呀。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更尴尬的是，如果真的只是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不同形状导致的升力的话，那么当飞机反过来飞的时候，岂不升力也会反过来将飞机更快地拽向地面吗？这个时候呢，特级飞行员可就不干了啊！怎么解释呢？而且也有上下对称异形的飞机不也照样飞得好好的吗？于是啊，科学家开始尝试用第2个理论来解释了，这就是牛顿的第3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了。根据这个定律，当机翼向下推动空气，有质量的空气会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向上推力，也就是升力。因此，理论认为机翼是通过推动空气使飞机产生升力的。这个理论适用于任何形状的翅膀，弯曲的或是平坦的，对称的或是不对称的。同时，这个理论也适用于正常飞行或者反过来飞行的飞机。因此，牛顿第3定律对升力的解释似乎比伯努利原理要更全面，也能应对更多的情况。这不完美的解决问题了吗？不够完美啊，因为飞行中的飞机还有一个现象明显到让科学家无法忽视啊！而且不管是伯努利原理还是牛顿的第3定律的解释里面都没有涉及到它就是机翼上方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样产生的低压区了。其实啊，伯努利和牛顿在这件事情上呢都显得有点无辜，毕竟他俩谁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理论有一天还能够拿出来解释飞机啊！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产物啊！所以神秘的低压区实际上是留给现代科学家的考试题目，而尝试解答这道题目的科学家还真的不少啊！其中甚至还包括了爱因斯坦，而且他不只提出了一个解释，还同时设计出了一种被称之为猫背翼的异形。但随后的试飞报告却很不理想，看起来理论物理比工程设计更加适合爱因斯坦啊。如今飞机设计使用考虑了真实空气特性的计算流体力学模拟来实现，已经非常先进了啊！它甚至可以让那些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轻松地翱翔天际。然而遗憾的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对升力做出物理的定性的解释。所以啊，飞机为什么能够飞起来呢？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拥有更大更强的飞机，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C919。我是火箭叔，关注我。等科学家知道答案之后呢，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万米高空监视对方，对于美国来说早就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
从早期的 U2 SR7 到现在的 RC135全球鹰，从飞机到卫星，从胶卷到数码，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想要窥探全球的做法。但野心也是需要建立在实力之上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野心，就谈谈这能够支撑起野心的背后的技术——机载相机，就是装在间谍飞机或者是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相机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都太熟悉相机了。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相机了，才让我意识到这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有些不太寻常的地方。比方说它的分辨率，尽管远离地面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但依然能把这里拍得清清楚楚。你想这有多厉害啊？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你约人去爬南京的紫金山，然后你说，嘿，我来给你们拍张合影哦。但是等等，我的相机是架在常州的，所以你们的 pose 要摆久一点哦。从常州拍出南京紫金山上面的人像照，这够不可思议吧？但也许你会说，切，哈勃望远镜还能拍出几十光年外的星系写真照呢，这才几十公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好吧，你的质疑是有理有据的。实际上啊，美国最新一代的索眼间谍卫星，从外观上看起来呢，就像是另外一台的哈勃。我们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啊，它往另一个方向看，也能发挥出同样的水平了。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不管是 U2 还是索眼，它们不都是在高速运动吗？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没有运动模糊呢？因为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里面呢，想要拍出清晰不模糊的照片，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比如手要够稳，你最好是别动，当然模特不动也是最好的。实在要动啊，那就只好用高速快门，速度快到能把模特的运动给凝固住。那光圈就要够大，感光度就要够高，才会不至于曝光不足。那想要把一个速度是每秒几公里的模特给凝固住，需要怎样的快门、怎样的光圈、怎样的感光度啊？怎么想也不现实啊！之所以觉得不现实呢，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这样去拍照的，不会从常州拍到南京。其实，随着距离的增加，想要把运动凝固在快门里面是越来越容易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明白了啊。假设一个视角为 n 度的镜头拍摄两个在以同样的速度移动的物体 A 和 B，A 离镜头近，而 B 离镜头远，在同样的快门时间 t 里面呢，从镜头看出去，这个很重要啊。A 移动的相对距离是大于 B 的，而且我们显然能够看得出来。随着距离被越拉越大呢，这种相对运动的速度也在越压越小。同时你还能注意到，如果镜头的视野越大，相对运动的速度也是越小的。它们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函数关系的。要是你已经知道或者感兴趣，想要算一算的话，别忘了留言分享出来哦。当然，我也做了一下简单的计算啊，拿世界上第一个间谍卫星系统美国的光晕计划卫星来举例啊，它的平均飞行高度在240公里左右，上面装着3台相机，其中一台是专门拍摄索引照片的，其视角是74度，飞行速度我实在是没有查到啊，就算它是以低宇宙速度在飞吧，也就是每秒7.9公里。那么来看看镜头中的相对速度应该是多少呢？差不多就是22米每秒，一辆在街道上开的稍微快一点的汽车的速度，1/5秒的快门就足够凝固住它了，根本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装到了卫星上面的一个原因了。那个时候的相机技术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只需要换上更加优秀的镜头，增加它的焦距，就能够满足空对地的偷拍需求了。就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光晕间谍卫星吧，它上面不是装着3台相机吗？其中一台是我们刚刚拿出来做计算的索引相机，而另外2台则是背靠背的呈15度倾斜的全景相机了。之所以用全景相机，当然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拍摄面积，而之所以用2台，你猜猜有何用意？是为了获得立体的画面，这样的话，图像分析员甚至连画面中物体的高度也能够知道了。这些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好讲的，我唯一想讲的是，你也许已经意识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相机技术是很成熟啊，柯达公司也正在如日中天。柯达生产胶卷的柯达，对啊，那个时候的照片不都是用胶卷拍出来的吗？那他们怎么能从卫星上用无线电传回地面呢？好玩的就在这儿了，他们压根儿就不是被传回来的，而是被扔回来的。每一枚光晕卫星上都会携带4900米长的70毫米特殊胶片，没错，他们就是柯达生产的。他们一边拍呢，一边就被卷回到卫星头部的储存舱里面。
等拍完之后，这个带有隔热罩的胶卷储存舱就会从卫星上面弹出，重新返回大气层，接着在距离地面18公里处能抛掉隔热罩，打开降落伞。你以为美国人会等着它落到海面上再开船过来回收吗？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只能选在一个人见不到的地方啦，那就是在空中。不等胶卷落地呢，一架等在附近的空军飞机就会飞过来，张开专门的爪子把它给抓住，然后带回基地。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神啊？难度那是相当的高啊！可见冷战中美国为了获取苏联的情报也是蛮拼的。对了，那枚已经把胶卷拍完了的卫星该怎么办呢？请问一次性相机用完了你会怎么办？扔了呗。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贵的一台一次性相机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